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在咱们中国的香港，美国新派去香港管事的最大头头，一个叫伊朱莉的女外交官，刚来没几天就干了件特不地道的事儿。她开派对她请谁不好呢？偏偏把那几个在香港专门跟北京对着干，前几年把香港搅得天翻地覆的老炮请去当了座上宾。好家伙，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香港的老百姓都不干了，直接跑到美国领事馆门口拉着横幅指着鼻子骂。北京那边更是直接放话你悠着点，别踩过界，踩过界了有你好果子吃。就在前不久一波又一波的香港市民心里面憋着火自发的跑到了美国驻港总领馆的大楼前。他们可不是去办签证的是去讨说法的。大家伙扯着大横幅，那白底黑字写的是真炸眼，强烈谴责伊朱莉勾结反中乱港分子陈方安生，美国佬别在香港搞事，口号喊得震天响你想想这得多招人恨才能让老百姓自发的指着你的鼻子骂。这说明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经历了前几年的动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杆秤，谁是真心为香港好，谁是唯恐天下不乱，大家看的是清清楚楚除了普通市民呢，香港一些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也站出来说话了。比如叶刘淑仪，他以前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他也公开批评伊朱莉的行为非常不妥当。还有工联会的吴秋北，这些人也是纷纷发声谴责。这说明伊朱莉这个举动在香港是不得人心的，那捅了马蜂窝了市民们为啥发这么大的火？就是因为前面说的那场派对，这个伊朱莉新官上任搞了个招待会，这本来是常规操作，没啥毛病可是坏就坏在他那个请客名单上香港那么多的商界精英、社会贤达、青年才俊，他不请，偏偏把陈方安生、刘慧卿这几位给请去了。咱来给不熟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陈方安生、刘慧卿是啥人？他们可不是普通的香港阿姨这么说吧，前些年香港闹得最凶的时候，他们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煽风点火，带头闹事儿，还特别喜欢往美国、往英国跑，去见那些反华的政客，求人家干预香港事务。说白了，就是在北京和大部分香港市民眼里这几位就是家贼，专门勾结外人来自己家搞破坏的。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伊朱莉她作为美国政府在香港的总代理，她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家贼请到家里面奉为上宾，还笑嘻嘻的合影留念。这传递的是什么信号这简直就是在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开宣布我美国就是跟这些人站一边的，我来香港就是要继续支持他们。这用心说是险恶，那真是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不是来搞友好交流的，这就是来插钉子埋地雷的所以香港老百姓能不火大吗？自己家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一个外人跑来又想把这些牛鬼蛇神给捧起来，谁能答应香港市民在前线抗议，北京的也没闲着。大家知道咱们国家有个专门管香港、澳门事务的办公室，简称港澳办。就在9月27号，他们转发了香港大公报的一篇火药味十足的评论文章。这已经是港澳办一个礼拜里第3次转发类似的文章来敲打这帮人了。这个动作你可别小瞧了，中央部门亲自转发一篇措辞严厉的报纸评论，这个意思就是这篇文章里面骂的话就是我们官方想说的话。那这篇大公报的文章说了啥呢？那话说的可就相当不客气了，基本上就是指着伊朱莉的鼻子在骂文章里直接质问你，伊朱莉作为一个外交官，明知道陈方安生这些人是什么身份，明知道老百姓有多讨厌他们，你还把他们当成座上宾，这是你该干的事儿吗？你这是遵守外交规则，还是在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话说的够明白了吧？就差直接说你是不是来找茬的了。而且文章里还重点强调，这个陈方安生就不是什么普通退休人员，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中乱港头目。香港回归以来几乎所有的大乱子都跟他脱不了干系。所以港澳办转发这篇文章，传递的信号就再清晰不过了。总结起来就俩字儿：警告。这不是普通的批评这是在给他画红线。红线就是高压线，你碰一下试试，试试就试试。
北京的意思很明确啊，一朱里我们批准你来上任，是希望你能来干点正事儿，促进一下中美港美关系。但是你要想学你的某些前任在香港这块地盘上搞小动作，煽风点火，对不起啊，门儿都没有，我们盯着你呢。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线，那后面让你不好受的招数多着呢，必将遭到严厉的反制。这词儿听着挺官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要是敢乱来，有你好果子吃啊！其实呀，在港澳办隔空喊话之前啊，还有一场更直接的对手戏。就在那几天前啊，9月23号，按照外交礼节，伊朱莉按规矩去拜访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崔建春。他当时就跟伊朱莉说的明明白白：第一，你们美国赶紧把对香港那些制裁给取消了；第二呢，你记住，你是外交官，就干你该干的事，别插手香港的内部事务，那是我们中国的家事。这话说的已经相当重了啊，这基本上就是一次预防性警告，意思是我们同意你来上任，是给了你面子，但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盯着你呢。你要是敢干出格的事儿，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走人，甚至直接把你驱逐出境都不是没可能。所以说中方的态度啊非常明确，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告诉伊朱莉啊，也告诉他背后的美国，别耍小聪明，在香港这块地啊，现在是我们说了算，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那被请去的那2位呢，他们咋说呀？陈方安生那边啊，记者联系他干脆就不回应，玩起了沉默是金。而另外一位刘慧卿就没那么淡定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自己和伊朱莉的合影，还挺得意的。面对批评啊，他开始狡辩，说什么难道香港有法律禁止市民参加外国领事馆的活动吗？你们要说清楚啊，是所有人都不能去，还是只针对我一个人？听听这番话啊，典型的偷换概念啊！没人说普通市民不能参加正常的外交活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能不能去，而在于你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请你。你刘慧卿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中乱港人物，人家新来的总领事偏偏就请了你，这背后的政治信号，你敢说你不知道？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浑。这种狡辩啊，在事实面前啊，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啊，各位朋友，这个事儿闹到今天，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伊朱莉的这次请客风波啊，绝不是一次简单的社交失误，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试探。他想试试北京的底线在哪里，想看看在现在的香港，他还能不能像以前的某些美国政客一样，随随便便的扶植和联络那些反对派。结果呢，他一脚踩在了高压线上，从中央政府的严厉警告，到外交部的当面敲打，再到香港市民的愤怒抗议，我们用一套组合拳给了他一个非常清晰、非常响亮的回答。有专家就分析说啊，当初北京同意伊朱莉来香港上任，不代表对他没有顾虑，实际上他以前就在中国上海待过，对中国不陌生。这一次对他的任命啊，本身就是一种观察。崔特派员跟他的那番谈话，就是一次正式的敲打和警告。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那样，我们希望他能遵守国际公约，别干涉我们的内政，真正的为中美关系做点好事。他自己也说了，要推进积极议程。那好，话谁都会说，关键看你怎么做，是真心实意的来交流合作，还是口是心非，继续在背后搞小动作。全香港、全中国的眼睛啊，可都盯着你呢。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哦，叫听其言，观其行。现在呢，我们就静静的看着，看看你这位新来的邻居，接下来到底是要好好的处邻里关系，还是要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得黑？时间呢，会给我们答案。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